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8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北戴河会议与经济内循环啊。关于经济内循环，我们陆陆续续的讲过一下，北戴河会议我们没讲过，那么今天讲一讲。先说一下新闻，8月8号。这个新闻联播里面有一段新闻是人大常委会开会，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主持会议这个会议其实有2件事要关注。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会议会不会把这个香港延长立法会选举的司法解释放进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程。因为如果人大常委会不进行一个法律解释，就基本法的法律解释的话，那么特区政府把这个今年的立法会选举延长1年时间的行为就会受到司法挑战。那么如果人大常委会需要做一个这样的司法解释应该叫法律解释叫释法那么他就这次人大常委会会议期就是一个时间窗口，所以这件事情要关注一下，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会议通常是7到8月份开那么这段时间政局常委们突然一下子从媒体中消失了那可以理解是去北戴河开会了那么现在就是消失一段时间又出来了呢，那可能意味着这个北戴河会议就结束了，因为如果会议期间通常不会安排重大事项那么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事情。那么如果是我们查一下之前的这个时事活动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事情。7月28号党外人士座谈会然后是7月29号人大委员长会议，还有当天还有一个叫火箭军政委徐中波授上将衔的一个仪式那么30号政治局会议，31号北斗系统开通仪式，31号之后7名常委都没有露过面那么栗战书8月8号出现在新闻联播也就是说有可能意味着北戴河会议就结束了，那么这个常委们就开始该干嘛干嘛了，这是一个可能性如果是北戴河会议8月8号就结束了，那意味着原来的北戴河会议通常是10天到15天，通常2周通常两个星期那也就是说你这次只开了7天那么也就会期砍了一半。那还有个可能性是什么？还有个可能性就是北戴河会议没结束，那么栗战书跑出来开个会，开完会再回去这也有可能，这2个可能性都存在那么如果栗战书能够跑出来开个会，然后再回去，那也有可能说明什么？也有可能说明这个会并不是很激烈我们预期这是一场非常激烈、这个刀光剑影的一个会议因为那如果会期就是开了1个星期，那可能大家开得不大高兴。那或者是一开始就安排我们只开1个星期骂就骂1星期吧，也可能是这样这都现在不清楚到底是不是结束了那么北戴河会议呢，其实是一个我们每年都很关注的会议中共的北戴河会议，我认为就是中共的政治腐败和社会黑暗的一个象征北戴河大家有没有去过北戴河、南戴河北戴河有一大片是个禁区，老百姓是不能进去的。那么这件事情中共建政之后，到了53年，这个中共开始迅速腐败。其实中共一进城，
就开始腐败。腐败的特征就是2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换老婆。这些中共的领导人，当然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时期就开始换了，换老婆已经到了就是社会就是高层开始换，大量的换老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盖各种各样的楼堂馆所，这楼堂馆所当然是给领导干部使用就是中共进城见证进城，就是第一个把老婆换了，第二个就盖楼堂馆所中国人盖楼堂馆所有历史传统中国的皇帝就喜欢盖楼堂馆所一样的其实他们这种封建性是一致的。那么到了1953年，中央就决定中共中央决定每年夏季到北戴河办公这个办公呢也是办度假办公，办这个办公的一个这样的东西其实就是让这些领导人到一个放松的地方去玩乐就是叫玩乐那么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组建警卫局北戴河管理处，然后1957年组建北戴河管理处管理整个的别墅区这个别墅区就是北戴河会议的这个会议的地方那么当时57年，现在这个规模就更大，现在的规模比当时肯定要大10倍以上当时的别墅就有183处那么总建筑面积是12万平方米，占地面积是3平方公里。就在57年的时候，57年是什么时候？57年是大跃进的时候，然后再过2年就开始饿死人了。为什么中国会饿死人？饿死人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这些事情在发生花钱都花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中共的。之前经常有人讲，哎呀，这个改革开放以前中共很清廉，清廉个屁，清廉这就是中共的腐败。53年到65年，中共中央所有的夏天的会议大部分都是在北戴河召开，当然包括有一次会议是这个庐山会议，庐山会议不是在这个不是就在庐山开的就是中共很会找地方的很会找地方的。那么66年文革爆发就停掉了，一直停到什么？一直停到1984年。1984年北戴河会议恢复，然后当年这个中共去北戴河度假的领导人有47位省部军以上的干部379人看见没有？就是这个规模到了2003年，这个胡锦涛上台，胡锦涛当年因为出现了 SARS， 就是非典，胡锦涛就宣布不开了，北戴河会议我们就不开了。胡锦涛不开这个会当然有它特殊性北戴河会议是什么？北戴河会议是不仅仅是在位的领导人，那么一些政治老人也一起去的。政治老人其实北戴河会议，我为什么讲它是政治腐败政治腐败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政治？政治就2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理念。一个国家的政治首先要有一个国家的理念，然后把这个国家理念变成一个政治制度然后大家在这个政治制度之下进行政治活动，这就叫政治。那么在中国为什么讲北戴河会议是一个政治腐败的特征是什么？就是说你一个国家有政治理念，这个理念化为一个政治制度，这个政治制度应该是公开透明的就是说所谓政治昌明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能够看见所有事情的发生的过程。昌明就是让大家知道第一让大家知道，第二能让大家参与，第三大家能说话，然后我们对这件事情有影响，不能够只是关起门来几个人把这个事情就给定了，这叫政治昌明。
反之叫什么？政治腐败黑暗。北戴河会议是什么？北戴河会议就和我们刚才讲的国家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昌明这些事情背道而驰。就是政治老人，他虽然退出了他的政治舞台，可是他可以通过北戴河会议去影响这个政治，影响政局。所以北戴河会议是政治老人政治的其中一个平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会议，它不是一个国事活动，它是什么？它是一群有政治势力的人跑到一起去搞一些宫廷政治，搞一些我们叫桌下政治。这是什么？这就是腐败的政治。它不在一个政治规则下行事，它不符合国家制度，这就是中国式的我们叫什么宫廷政治。这种宫廷政治没有别的，第一腐败，第二黑暗，第三基本上没有底线，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因为它不受约束。这就是独裁政治的特点啊。所以我们经常讲北戴河会议是什么？北戴河会议是中共政治腐败的集中表现，就是一个腐败的政治。你要看怎么看，你不用去人民大会堂看，那是国事活动啊，大家都知道有记者在场。但是北戴河会议没有记者在场，谁都不知道它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不知道它中间有什么鬼。当你不知道中间有什么鬼的时候，它一定有鬼。政治就是这样的。所以由于你政治腐败，这个社会就一定会黑暗。为什么？因为没有公义嘛。你社会没有公义，那不就黑暗了啊？没有公义，没有不公平的对待大家。中共拿着人民的民脂民膏来干这种事情，那不就是社会黑暗吗？所以为什么胡锦涛要把这个北戴河会议给它停了呢？胡锦涛的特征是什么？胡锦涛特征就是他的位置一直坐不稳嘛，因为后面有个江泽民在那里。那么江泽民对胡锦涛的这种执政影响非常的大，他一直生活在江泽民的阴影之下。江泽民把他身边所有的人都安排上他自己的人，所以胡锦涛很郁闷，因为一开北戴河会议，那肯定毫无疑问他知道江泽民这一票大佬们往那一坐，他很难受嘛，所以他干脆既然有个非典，我们就北戴河会议就不开了。一不开呢，他就一直就不开，非典过去了也不开，原因就在这里啊。往年呢，这个北戴河会议期间呢，通常有一个什么呢？通常有一个，就是因为北戴河嘛，都老人家去嘛，啊，这要去度假嘛，就是度暑。那么中组部的部长通常会去看望一下这些什么专家啊，这些老干部啊什么的啊，通常会去看望，也会报新闻。就今年就没有啊，去年有，18年有，19年有，今年就没有啊。那么今年这个在会期之前啊，我曾经有个想法啊，我当时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今年北戴河会议可能不会开。为什么？因为今年这个形势实在是不好啊！你看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做事的特点，就是形势不好，这个开起会来不好看就往后拖啊。那我原来觉得，因为像北戴河会议是一个非正式的会议，是可以取消的，没关系的啊。但是没想到他开了，继续开啊。那么今年的形势当然不好的国内形势很严峻，然后这个经济不可收拾，经济情况不可收拾，然后国内的情况又是洪水，又是
又是这个疫情又没有结束，一会儿报一个，一会儿报一个，等等啊，这个民怨沸腾啊，基本上民怨沸腾。国内形势、国际形势就更不要提啊。那么，中美关系崩溃，对外关系崩溃，整个的中国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国际形势之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开这个会，肯定会有人挑战，是不是？这是一个方面。所以我之前我觉得，如果是太难办的话，可能就不开了。但是你再往深一层想的话，如果北戴河会议不开，是不是大家会觉得习不行了呢？也有可能，所以它是开了啊。那么，但是毫无疑问，这次北戴河会议，这个肯定会上面这个刀光剑影，这没有疑问啊。不过北戴河会议呢，按照会议的属性呢，它只是个务虚会啊。务虚会是什么叫？就是神仙会啊。中共是土八路出身，也没什么好词儿啊，大家就神仙会，就是吹牛，大家在一起吹牛吧，大概是这样。但是这里面就有政治啊，各种各样的政治都会发生啊。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我觉得是会很受关注的议题，就是内循环。内循环这个议题呢，当然，内循环这个方案，内循环其实它就是一个经济政策，或者是经济方针。这个经济方针当然是根据现有的经济状况提出来的啊，这毫无疑问是刘鹤提出来，刘鹤给这个习近平提出来的一个方案。原因是什么？原因跟什么有关系？原因跟现在的经济形势最关键的一个点，什么点？就是外需啊，外需的不畅啊，外需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疫情啊，在全球各地啊出现的情况比想象的要严重啊，那么持续时间更长，范围更广，所以它对外部市场、国际市场的影响冲击非常的大。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外部需求是很差的啊，外部需求很差，对于一个中国这么大的外向型的经济体来说啊，虽然中国一直在讲它已经被内部需求了啊，但实际上不是的。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占中国经济的30%多，不到40%啊，将近40%吧。啊，大概是一个这个数，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小数。中国不是一个内需型的经济体，中国仍然是个外向型的经济体。那当它的外部需求出现了状况的时候，它要把整个的经济的重点放到内部来，这就是为什么出现内循环这个说法，这是原因。但是内循环的问题在哪里？内循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就是内部需求也不足。内部需求不足，如果外部需求不足，内部需求不足，那总需求就非常的差。总需求非常的差，那经济就好不了的了。那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对当前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就是关于内循环的这个议题本身。为什么？我之前讲过一下。你想一下，假如我是做茶杯啊，我这个茶杯厂子有5000人，我做的茶杯卖到5湖4海，全世界从出口，主要是做出口。那如果你一提说外部需求不行，我们要走内循环，那我每年出100万个杯子卖到全世界去。你如果让我内循环，我中国一算账，中国的杯子，我现在全世界每年卖100万个杯子，我就要生产100万个杯子出去卖。那你就变成内循环，我一年可能只需要做10万个杯子，因为国内需求就是这么大，因为中国只有14亿人口，
全世界有55亿人口，55亿还是70亿啊？我忘记了啊。那这数量差距是非常悬殊的。那如果你内循环，其实一个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就是所有的需求，大家都会发现，就是制造商也好，这个中间环节也好，都会发现需求一下子就小了很多。你原来是啊，我现在每年100万个杯子，我去备料，备100万那个杯子的料，我做很多的准备，都是100万个杯子的准备，我哪怕减10%也是90万个。你现在让我内循环，我一准备一算这个账，国内需求只有10万个，我就开始裁员了。所以内循环的这个议题出来的后果是什么？其实内循环议题一出来的后果就是冲击了整个经济界对整体经济的预期，那就直接就下来。所以这个星期初吧，国内的宣传调子已经不让说内循环了，已经不让只说内循环，必须双循环，必须说双循环。但双循环没有用，因为这个内循环这个定义已经定在这里，就是你一开始出来，这个词的内核已经就是它的含义已经讲清楚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内循环这件事情对整体的冲击，政策层面的冲击是很大的。那么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是经济现实的问题，是一个经济政策的问题。这个经济政策，我相信在北戴河会议上一定是个非常重要的焦点。为什么？这是个 bug， 这是个纰漏，这是个问题。为什么？你提这个问题干什么？你提一个这样的政策干什么？你提这个政策的后果是什么？后果是非常严重。我没见过，我当记者当了这么多年啊，我快跑财经新闻，我没有见过一个政策会比内循环这个政策更失败。为什么？因为它后果很严重啊，真的没见过啊。你想一想，中共有一个政策叫6稳，排最后的一个叫什么稳就业、稳主场主体、稳这个稳那个稳外贸、稳投资，都是经济很关键的环节。6稳排最后的那个稳，第6稳是什么？稳预期。在所有的经济政策的，其实这6稳是经济政策，就我必须稳住，我才能够整个基本盘才能稳住。我稳不住这6样东西，我基本盘稳不住就是什么？就叫崩盘。那最后一个叫稳预期，就是说你整个的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对经济都是有预期的，他如果预期会向好，他会增加供应，增加这个准备啊。你比如说工厂，他预期市场开始好了，他就开始备货、备料。备料呢，否则的话，你需求一上来，我跟不上不行。所以通常工厂他一看，哦，经济开始好了，需求订单开始多了，他就开始增加备料。他一增加备料怎么样？原材料的厂子，他的订单就多了，他也开始做准备，所以经济运行就会好。就是说，预期其实对经济运行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说，你如果能够改善大家对经济的预期，那你就会改善经济的表现，这是个很重要的经济原则。当然你不能骗大家啊，就不能说假话。现在中国现有的办法是什么？编造数据，篡改经济数据，以期来改善大家预期，这个是欺骗，这跟预期管理是两回事。好，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所以你看6稳里面排第6是稳预期。但是这个内循环这个政策一出来，怎么样？对大家预期是个巨大的冲击。这么大的冲击的后果是什么？就是说，我觉得我的经济形势不好，是吧？经济形势，我的订单会降下来，我就开始削减，我的备料，我削减各种各样，就开始削减。我开始削减，那么一代传导下去，
这传导下去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大家都觉得经济差，经济真的越来越差，这就是一个非常差的经济政策，因为这个经济政策会导致大家产生一个坏的预期。那么你想一下，这么差的经济政策，你想在北戴河会议上一定会是一个众矢之的这是不好过的那么我们现在对整体经济的判断是什么？我们现在对经济整体的判断有2点。第一点，需求不足，核心的需求，外部需求倒在其次，核心的问题在哪里？核心的问题是内部需求不足。内部需求不足，中共有没有办法？中共其实最擅长的不是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中共最擅长的是解决供应不足的问题，因为它一直产量上不来，它供应不足，所以我们从小生活的在什么票证时代，票证是解决供应不足，控制需求，所以中共控制需求，你看房地产市场，那控制需求的招层出不穷。为什么？中共很擅长干这种事情，但是他最不擅长的干什么？刺激需求或扩大内需，就不会干，不擅长。那么中国有没有遇到需求不足的时候？有。什么时候？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整体需求都不足，那怎么办呢？那中国去做了3件事情，这3件事情对现在的经济状况是有影响，非常大的影响。这当然是讲朱镕基时代朱镕基时代，第一个，房地产推动房地产。怎么推动房地产呢？推动房地产的办法是什么？城镇化。城镇化就是把大量的农民变成城市人口，让农民进城，就城市化、城镇化。城镇化就催生了无数的超大型的城市最突出的就是深圳一个最初早年是几百万、300-400万，现在变成了1200万、1400万特大型的城市。这是从哪里来？大量的是从农村来，农村到城市，城市人口开始扩张，产生住房需求。朱镕基推出一个住房制度改革，以前住房是单位分房，现在慢慢变成货币分房，最后取消分房，大家自己买房子，就催生了房地产市场。这是一大块，房地产市场带动什么？内部需求这是一头。另外一头是什么？汽车，推动汽车产业。推动汽车产业也是有个带动作用推汽车产业。汽车产业大概应该是在2016年达到顶峰就是说一直推到2016年，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就卖的最多的车辆的市场。金额未必最大，但肯定数量是最大的那么然后2016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下滑，然后汽车销售开始下滑。大概这是第2个市场，第一个是住房市场，一个是汽车，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是各种消费教育消费、医疗消费，这2块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医疗消费有点畸形教育市场开放的是最厉害的，这块也是花很多的钱。那么也就是说，中国是通过这几招来推动就是需求的上升那么对现在的经济状况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就是现在房价这么高是为什么？因为通过推动需求带动。那好了，那我们现在大家已经在这个位置上了房价已经这么高了，汽车已经卖了这么多了，卖不动了开始下跌了。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好像就没什么办法了吧？是的，现在的问题是，当你现在房价这么高，然后这个汽车保有量也达到一定的水平，刺激需求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原来是0到1的问题，怎么样都是增长，所以增长的动力是很强劲的。当你已经有1的时候，你怎么样变成2或者变成3的时候，这就非常的困难。原因在哪里？原因你就要去提高他们的收入，原来是没有钱，变成有一点钱，啊，那你就把有一点钱就全部花完了，然后借大量的钱。所以现在的中国经济的问题就是什么？第一个，原来的增量变成了存量，就是你原来你通过修铁路、修公路来带动经济增长，那现在铁路已经修了，公路也修了，你经济增长动力从哪里来？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内部需求，原来你可以通过刺激大家买汽车，刺激大家买房子，现在车也买了，房子也买，怎么办？所以现在的经济失速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经济由0变成了1，后面怎么走不知道了，刘鹤也不知道了啊，其他人也不知道了，他们没有方案，他们没有一个建立在一个存量时代的经济理论。为什么？统一思想啊，交给党啊，党又没想法，那不就完蛋了？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北戴河会议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习近平身边没有这样的人，好吧，大体上就是这样。说北戴河会议，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结束。我估计有可能已经结束了啊，结束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我觉得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需求不足。中国在过去20年到30年高速增长，解决由0到1的问题，这很容易啊，只要投资下去，经济就飙起来。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当你有了1亿的时候，你该怎么办的问题。然后你钱也借了这么多了，然后房子也盖了这么多了，然后这么多人已经进了城了，车子也在满世界跑了，那该怎么往下走？现在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现在中国经济面对的核心的问题，需求不足。这个问题跟谁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根据过去20年，日本遇到的问题就是这种级别的问题。日本怎么办？日本的办法很简单，继续往上爬，往高科技、往高技术的工业爬。所以你可以看日本很多什么家电都甩掉了，都开始做什么？做元器件，做那些核心的元器件，都变成这样的企业了。所以日本经济日本经济的策略是什么？它产业升级，它不是像美国一样一下子把这个制造业甩掉，然后直接就做高科技。为什么？因为美国已经在高科技那里，日本上不去的，因为美国这竞争力很强。那怎么办？它就走一半，走半个，走就是高科技和制造业中间的这一层。这一层是什么？这一层就是你需要高科技产品，我就供应你中间的关键的这个元器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什么光刻机，所有的光刻机都离不开日本的企业。为什么？光刻机用的那个胶啊，那些全部都是日本企业来的。所以你看，三星那个时候日本制裁韩国就很痛苦。为什么？因为那些关键的东西都来自日本。所以你看三星很厉害啊，它的芯片是全世界最多的，它各个领域都做，但是一些关键的地方都来自日本，原因就在这里。经济的核心的竞争力显示什么？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大家都离不开你，美国也是一样，好吧？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啊，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总结一下。第一，北戴河会议我估计应该是结束了啊。那么这次北戴河会议应该非常的激烈，然后中间会涉及到一系列的我刚才讲的，就相当于这种经济政策的争议。
我不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还没有找到这个方向。但是内循环这个经济政策毫无疑问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所以现在已经不让提了，不让提内循环，只让说双循环，但是其实没有用啊。好吧，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另外呢，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3个情况、问题、观点，我这是再提一下，就请大家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的时候，尽量简洁，不要太长，因为我们现在呢时间有限啊，我读一段如果读得太长的话呢，对很多后面的网友就读不到了，所以请大家尽量的简洁。如果你的观点一句话最好能够表达清楚。那你说我要承上启下，起承转合，也尽量的简洁，好吗 ？OK， 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啊，鸣谢一下 ，Kiki 陈，谢谢王老师辛苦了。提问，请问王老师，美国制裁中国企业后，五眼联盟会跟进吗？英国因为香港的原因，估计会跟进制裁中共官员。那请问王先生，像加拿大呢？加拿大会不会也封掉微信呢？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做一个这样的行动，首先取决于什么？不取决于美国，加拿大跟不跟进制裁，这个澳大利亚跟不跟进制裁，甚至新西兰跟不跟进制裁。取决于什么？不取决于美国的态度。美国态度当然很重要啊，它是个外因，核心的问题是它是国内政治，国内政治决定了它会不会制裁。所以如果你在加拿大，你自己看一下，分析一下加拿大的政治状况会不会导致它制裁中国，好吗？姥姥王，谢谢，和家人团聚。疫情以来第一次入住酒店，再补听课。好的，贝拉瑞，谢谢。好，讲观点。观点之前在国内听王老师关于新冠的预测，网上一片骂声，后来惊讶于王老师预测的准确，佩服。今天听王老师讲中共之所以清廉，生气的骂脏话，更是佩服王老师了。真正的有识之士讲真话，谢谢。谢谢肯定，谢谢提问。王老师，现在这种元老院或者是政治老人对习近平的影响有多大？那是这样的，中共是一个独裁统治啊，这个没有疑问，这是一个大前提。也就是说，什么叫独裁统治？就是金字塔顶上的那个人有非常大的权力，而且没有制约啊，这是一个或者是没有制度性的制约啊，这是第一个大前提。第二，中共也是一个熟人政治啊。什么叫熟人政治？就是这一票人呢，他们是在一起玩的啊，就是说谁是谁的亲戚，谁是谁的朋友啊，就搞这种裙带关系啊，叫熟人政治啊。熟人政治的特点是什么？熟人政治的特点就是大家都有关系，大家都有牵连啊，有一些牵连。那么这些牵连呢，会产生什么？产生影响力。你比如说，我举例吧，比如说老婆的弟弟小舅子会不会有影响？当然有影响。你为什么？因为你怕老婆啊，你怕老婆，小舅子对你就有影响力。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影响力是什么？影响力就是我讲话他会听，或者至少他会听一部分。好了，那政治老人呢？政治老人当然更会听，为什么？因为政治老人的影响力很大，因为大部分的这些在位的这些人都是政治老人提拔起来。那你说他把你提拔起来，他讲话你会不听吗？一定会听的，但只是听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所以政治老人对习近平有没有影响？一定有影响啊，一定有影响。但只是说
在什么问题上影响有多大，或者是他要是听这个政治老人，他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的问题，仅此而已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政治老人毫无疑问在中国的政治政体当中，或者是政治结构当中，或者权力结构当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位置。但是这一点呢，也是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它不透明，就是说你没办法分析很多东西呢，它背后发生完全是在黑匣子里面发生，这是一个非常差的事情。我就说政治腐败，什么叫政治腐败？政治腐败，这就是典型的政治腐败，就是他们关起门来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如果政治人物他可以关起门来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件非常危险，对一个国家来说都是非常危险啊。观点北戴河有名的2件事，58年大跃进、炮击金门都是在这里决策的啊。那北戴河会议的决策就很多啊。情况现在中共要求一些人闭入公司、单位等微信群发一句话新闻，什么闭入公司？哦，就全是假新闻，就是要求入公司群、单位群发一句话新闻。OK， 情况中指国务院、中共中央各部委、各总部在北戴河都有疗养区，各省市一般在本省的风景区又有各类招待所、培训中心、会议中心疗养场所。是的，所以中共其实非常的腐败啊，非常的腐败啊，它只是掩饰着啊。情况，天津体制内工作，近期机关要求更换所有戴尔等美国品牌的电脑，更换为国产电脑，苹果手机也要求不能在机关内使用了。打卡新疆情况，新疆封沪第24天，部分生活物资供应紧缺，每天各种人道灾难正在身边发生，这一定是这样。当你一封门的时候，这些事情就会发生。为什么？他做事就是这么烂的。为什么做事会很烂？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核心的原因是中共从来没有把人命当作所有事情排第一的要素，所以才会出现人道灾难。我们在武汉疫情期间曾经发生过一个新闻，也不算新闻了，就是有个小孩子，他父亲隔离，他的一个哥哥也被隔离，就剩他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大概是5、6岁，大概是，就剩他一个人在家里，活活饿死，就这样的事情就发生。所以这种为什么会饿死？因为他根本不在乎这件事情，所以就走了，就甩手就走了，走那么多小孩子关在家里，封门嘛，封门是什么？封门不就是把门锁起来吗？跟坐牢没有区别啊。情况今天看新闻，广东的私人餐饮店要求安装公安的 WiFi， 不安装就罚钱，就没有底线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说这种强权社会，大家我还是那句话啊，大家记住，你的隐私是你保护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你不在乎这一点的话，那你会被伤害的没有底线的伤害你啊，一样的。他为什么要去装这个 WiFi？ 就是要控制你，就是要知道你，就是不让你躲起来，就这么简单啊。情况大家都应该去看杜琪峰的黑社会系列，里面黑社会的各种规则跟现在中共的玩法一模一样，你应该翻过来吧。中共现在的玩法跟杜琪峰的黑社会一模一样啊。提问：如果做外贸的公司也大规模倒闭，会不会出现当年国有企业下岗的情形？但是当年国企倒闭，很多工人还去北京、天津和沿海地区打工，
如果这些做外贸的企业都死了，那么去哪里打工呢？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哈？现在的情况是二次出现的是什么呢？就是上来不行，关掉，然后回去，然后又发现又 OK 了，又上来又走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又不行，又要关掉，关2次之后，后果是什么？这企业就不行了，就扛不住了。就第2次关的时候，可能就再也开不了，就倒闭了啊。第1次关呢，是一看订单没了，订单没有就跟大家讲，跟工人讲啊，那么我们今天放假，今天开始放假，半年时间，大家回家。那我就把厂子一关，留2个人在那守着，我就回去了啊。然后就这个厂子先等着，哎，现在订单好像又出来了，哦，又开，又就要让大家回来。这次回来呢，就发现没得做了，没得做怎么办？没得做，那只跟着大家讲，我们就散了，就这样。现在这次出现的情况，这次出现的什么？大概应该有10%到20%的厂子在倒闭啊，倒闭就是这些工人就直接回去了啊，这个时候回去很困难，因为这个时候回去还没挣到钱，你出来才几个月，哪有钱回去？现在在农村，其实以前早年的时候，我在城里打工，不行，我回去在家里还有点事情，还有田种啊什么的。你现在回去根本没有，现在回去连猪肉都没得吃，在农村现在猪肉都要买，那你什么情况？所以现在的情况是非常非常难搞，特别是什么？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返回农村的农民工，这是最大的问题啊！最大的问题就在这一块。为什么？当他返回农村的时候，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在城市已经找工作没有希望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2个原因是什么？他根本就付不起现在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对他来说，因为他基本上是一个在城里生活的农民工，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储蓄的，零储蓄，99%都是零储蓄，甚至是寅吃卯粮，甚至是一堆的债务。中国的农民工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状况。当他一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他必须马上回去，因为他根本没有钱，在那里继续生活下去。那他就要回去。回到农村的问题是呢2个，第一个，农村没有工作给他，他在农村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就找不到活下去的工作，这第一个。第2个，农村现在的生活成本已经不是当年那种小农经济的状况，农村现在生活成本也很高，所以这就是从城里返回到农村的这群人，是中国现在最危险的人群，就是他们，这是非常危险。观点：北戴河会议在邓以后逐渐成为老人政治继续发挥作用的一个舞台，但习上台后采取了很多排除政治老人发挥影响力的做法，尤其是反腐败这个大旗，把很多政治老人的脊梁骨都打断了。对目前国内政治权力斗争起核心作用的一股政治力量是地方当权派，这些人大多数是习提拔上来，所以我对这次北戴河会议不抱什么希望，倒是美国制裁，这是外部力量的离中共的高层越来越近，如果国内发生某种突发事件，有可能引发中共内部的改变。希不希望北戴河会议就没什么希望，本来就没什么希望，因为那是一个务虚会议啊。影响力是什么？影响力可能是改变一些看法，改变一些做法啊。那么有没有这种事情？有这种事情，就是说一些务虚会议啊，大家在一个没有约束的条件下，大家去讲自己的意见，容易形成共识，这个是北戴河会议的原意啊。
那么政治老人，反腐败这个是习上来的时候的事情啊，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故事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我认为不是谁说不说得了话的问题，而是现在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方案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解决方案，你讲什么都没有用。为什么？对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习来说，对习现在来说，最重要是要搞定，搞不定都没有用。之前该吹的牛都吹了，该说的话都说了，然后到现在一看，哦，现在是这样一个局面，那什么意思呢？那不行的就不行嘛。所以实际上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对于习来说，他真的需要的是什么？帮他搞定这些问题的人。但是以他的能力，他找不到这种人，武大郎开店都是矮个儿。观点，台湾人其实比大陆人还了解美国人以及日本人的文化和想法。婴儿潮那一辈的台湾人很多都到美国硅谷发展，而且把日本遗留下来的工业管理运用到当年硅谷工厂管理，而这也造就后来的新竹科学园。其实台湾的制造业背后是硅谷还有日本的传统，开放媒体，开放文化，中国人了解其他文化的思维，中国才有救。其实上太多中国人的思维一直都是墙内的思维，到了海外也是那个样。观点，经济四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企业家能力。权力控制着资本、土地、大企业，剩下的劳动力和小企业主权力又在谋利，我们的权力在对立面，所以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穷。OK， 观点，房地产市场好的时候来个限购政策，之前连房产产品都来个7090政策，整个小区只允许70%、90平米的住房，90平米还是建筑面积，脑残的规定，完全干涉市场，非常正确。70-90是一个，中共的经济政策我都讲过很多次啊，你往回看10年20年，基本上没有一个中国的产业政策是成功的啊。虽然现在房地产市场已经到天上去，但是朱镕基当年的房地产市场根本就是失败的市场设计啊。我们说整个市场是一个失败的市场，为什么？它产生了一系列的畸形。所以其实你现在往回看，房地产市场肯定是个失败的产品啊，失败的政策。汽车呢？汽车也不成功，为什么？中国，你看看中国造出来的汽车是什么情况啊，就知道啊。为什么？只要以国企为主的市场都不会成功，成功的市场都不是国企为主的市场，所以在这块是没有其他的道理可言，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国企在这个市场其作为一个市场主体，这个市场一定不会成功。中国一向如此啊！你看说冰箱、白家电市场有没有国企？没国企，那都是中国的竞争力就非常的强，对吗？观点，共产党是不是不擅长刺激需求，而是不愿意刺激，因为刺激需求最终要革命他们的政权。你是在讲经济吗？如果你讲经济，就好好讲经济，好不好？提问，原来的农民工移到一带一路的国家，帮助他们做基础建设，可以减轻一些需求不足的压力吗？农民工去了很多，一带一路去了很多，到处都在走。但是你知道农民工有多少人吗？中国农民工有非常，我印象中好像是4亿不到5亿吧。一带一路哪能消化得了？不行的。观点，国内自来水大部分人不敢直接饮用，哪怕烧开了也不敢，很多家庭都自备滤水设备，
要不就是买桶装水。在大陆做桶装水生意也是，做桶装饮用水也是一门生意，是啊。但是桶装水你就信吗？我也不信啊。情况除了经过批准的网安部门，包括体制内的宣传公安的人都得自己想办法翻墙。观点：国企走的是计划经济，一件事或者一个工程，领导一拍脑袋，计划就出来了，跟钱没关系，跟市场需求没关系，可以不计成本，按计划做事就可以了。民企走的是市场经济，市场有需求，这件事情才会去做，只跟钱有关系，也就是你计划出来没钱挣，民企是不会去做的。只有国企、央企才会接盘，政府的计划不计成本，路挖了再修，修了再挖。观点：中共洗劫百姓三大法宝：教育、医疗、房地产。医疗太可怕，一个病就能拖垮整个家庭，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要死命存钱。台湾的医保社保比大陆任何一个城市全面，住院是可以不用健保给付的，城乡一样。但是台湾的医保社保缴纳只要一个月1000到2000台币，是大陆五险一金的1/4。为什么大陆要交那么多呢？因为有人不用交啊。谁不用交？公务员不用交啊。公务员一不交的后果是什么？中间就有一个这么大的洞啊，中间这么大的洞要靠其他的人来填啊。所以其实在中国的社保是一个非常的，我是不买社保。为什么？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从来不买社保，因为你想一下，你交的那个钱要把这一票拿的最多的人的钱全给填上，意味着什么？就凭什么交？所以我从来不买中国的五险一金啊。观点：高楼大厦和桥梁让中央领导看到平民百姓都飘了，飘到自认为地球第一，尤其是看到欧美发达国家房屋老旧，却完全忽视人家人均购买力、生活压力和福利待遇等。穷嘛，穷就觉得新的东西好，有钱你才会觉得旧的东西好，对吗？中国人就穷嘛，穷了这么多年，穷了不是1、2代，是好几十代人都是穷。中国的所有的文化，你现在看到所有的文化，从饮食文化一直下来，所谓的酒文化，都跟一个字有关系，什么关系？穷有关系。你吃肉，你看欧美人吃肉一块，啪放在你面前，你把这块肉吃了，啥都不用吃，什么主食不主食，对吗？就为什么你们能吃一整块肉，说明什么？有钱啊。穷什么？穷就切丝呗，切丁呗，然后加上其他的便宜的食材，这不就是饮食文化的来源吗？为什么？不就是因为穷吗？有钱你用到这么吃吗？观点：有朋友从台湾回来说台湾好穷，房子很破，我就问他，你知道台湾为什么房子很旧？他说穷，我就告诉他，那是人家私有财产，不可以强拆，对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穷嘛，才觉得新房子好嘛。你有钱你会觉得我这房子要有点历史感，我要有点历史的房子才好。你去英国看一下，全是旧房子，多好，是不是？新房子有什么好？提问：我朋友说黄金涨差不多了，我表示疫情还在，每个国家的央行都在放水，加上美元利率不会涨，所以黄金会一直涨，涨到疫苗出来。王老师觉得对吗？我不知道，我没看黄金最近，所以我不能够评价。观点：中国经济崩盘，我的预期没那么快，今年再过个年，掏空最后存款，然后疫情继续，明年后半年开始出现大面积失业、通胀、通缩，社会失去制造力，接着1年半开始通胀，然后经济崩溃，这些会在1到3年内发生。我不做这个预测，这不是我的工作啊，这不是我的工作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下一步可能会怎么样，我会的。但是你说要预测1年之中国经济什么时候崩溃，这不是我的工作，我做不到。我不是经济学家，我只是个财经记者。
情况，华为今年还是可以出货，但 CPU 这种门槛最高、最核心的部分，如果高通 ARM 被禁止，或者能制造出 CPU 的晶圆厂不帮华为做 CPU， 华为就真的断货了。今年国内网站出现华为启动南泥湾项目，加速去美国化。他们不知道南泥湾是干什么的吧？南泥湾是种鸦片的啊，这华为也要去种鸦片嘛？我估计也是，华为反正啥都敢干，对吗？提问：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表示，由于美国制裁，华为麒麟高端芯片在9月15号之后无法制造，麒麟高端芯片将成绝版。想问王老师，美国对中国高端芯片封杀属于什么级别的制裁？在内循环背景下，未来国产芯片的命运将如何？它是这样，麒麟高端芯片就是它 Mate 40还是 Mate 多少？它用的主要的一个芯片啊，这个芯片是海思设计啊，海思呢是个芯片设计公司啊。那芯片设计它不能够制作啊，芯片制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艺啊，它的这个制程非常的复杂，很长啊，所以呢，这个世界上做芯片做得好的大概是3家，一个是英特尔，一个是三星，一个是台积电。那么麒麟高端芯片呢，只能由台积电帮它做。中国有个叫中芯国际啊，中芯国际能不能做？做不了啊，中芯国际的技术还没达到啊，还差2代啊，那么这是一个问题，所以美国制裁的是华为啊，华为什么制裁呢？就是对它进行制裁。什么叫制裁？就是美国的企业，我们叫 SDN 制裁，就是所有的美国的企业不能跟华为做生意。不能跟华为做生意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帮华为做芯片，不能帮华为做芯片，那意味着它就没有这种芯片，没有这种芯片，它的旗舰那个旗舰手机就没办法做了，就这个问题啊。它能不能找中芯国际做？中芯国际第一技术不到啊，做不了；第二他也不敢做，因为他也受美国的管辖。为什么他受美国管辖？因为中芯国际也有很多设备来自于美国啊，那么所以他大概的算一下啊，中芯国际如果要帮华为做芯片的话，他也得跟之前台积电一样，跑到美国去，说我得申请，美国要批你才能做。美国现在情况能批吗？一定不会批。这是第一个，华为肯定就是要断供的了。那么低端的呢，中芯可能可以帮他做，但我觉得也够呛。所以华为其实现在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我们之前讲5G 一地鸡毛，5G 这个产业一地鸡毛，华为投了大量的资源去做5G，也准备弯道超车的。那么现在这个5G 情况是这个样子，对华为打击其实是致命的。那么另外一头，其实对华为来说，它挣钱的业务是什么？手机啊，手机。那么现在如果 CPU 高端 CPU 这块，它要是供不上，那后果就是挣钱这个部分的手机没办法做了，只能做低端那些，低端那些不挣钱。所以华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今年还要继续裁员啊，可能还要继续裁。华为的命运应该不会太久了啊，不会太久了。提问王先生，对今年毕业的大学生就业有什么看法？现在还就业吗？现在都8月份了，有什么忠告啊？今年大学生就业毫无疑问是史上最困难的一年啊，这个有什么看法？就我的看法就是，应该今年大学生就业应该是史上最困难的就业。如果你现在还没找到工作的话，我估计你现在就找不着工作了，因为通常大学生找工作都是从3、4月份开始找，
当然当时是疫情。那么现在你还没找到工作，那就悬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学生找工作其实本身也要考虑啊，考虑2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你能干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以前，我们最初我们在深圳的公司啊，最初是招应届毕业生，招了2年，我们就后来就不招应届毕业生。为什么？现在的应届毕业生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不知道他能干什么，他啥都敢说，就是社会上太多那些训练他们去面试的这种课程，他们就上了很多这种课程。他不去上，他上课没那么认真，但是上面试的课程，应付这个人事主管的课程，他上很多，上得很认真，做得很漂亮。结果呢？结果进来以后打开一看，哦吼，啥都不会。你要么培训他，培训时间很长，然后培训完了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心不定，做不下来。我辛辛苦苦把他培训好了，培训3个月上岗，OK 上岗可以让他做了3个月，他跑来跟我辞职，说王总我不想干了。我说为什么？我想出去看看。你来这里工作总共工作了半年，其中有3个月我在培训你啊，把你培训好了，你上岗干了3个月，你说我出去看看，那我好，那我不能把你绑住是吗？所以我们到后来这个情况就是什么？我们不招应届毕业生，我们只招已经有经验的，我上来就考试，我不培训了，这就是现实。就最后你逼到所有的企业都不招应届毕业生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就是应届毕业生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干什么，他只会面试，很多人就变成了面试专业户，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培训你没问题，我愿意培训你没问题，我还希望是一张白纸，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内容放进去啊，让你有一个好的工作习惯，好的专业态度，这个没问题。问题是你上了三个月的班你就走了，心不定那怎么办？那我们只好不要这种人。所以现在你就记住这2个问题，对于所有的主管来说，他最担心的就是我刚才讲的这2个问题。所以你要把这2个问题解决。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你要搞清楚你能干什么，然后再去有针对性去找工作，这第一条。第二条是什么？第二条就是你真的不要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的人没有人喜欢，就必须你在一个地方扎下来，想清楚我做这件事情我就继续把它做好，做3-5年之后你再来说，好吧？这是我的忠告。就是说如果你想在职业生涯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成果，不是把自己身段放低呀，不是这个那个，不是去讨好别人啊。你真的要在做成一些事情，不是讨好别人，不是什么情商要多高，不是的，都不对。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比什么都重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要投机取巧。外面有太多那些帮助你投机取巧，干得好不如说得好，说得好不如嫁得好，这种话你千万不要相信，好吗？观点：穷国食物以碳水化合物以及植物纤维为主体，富国以优质蛋白质为主。大陆客人在美国买房子只要新的，美国本土或者是来久的才喜欢老房子，一直好奇怪原因。今天贝老师一语道破啊！好，提问：美国对华为的制裁会不会进一步？犹如字节跳动、腾讯这样的国内公司，处境会不会变得更加艰难？国内企业家们未来会做怎么样的选择？阿里巴巴会不会是下一个目标？华为没有疑问，就是它的许可证到9月15号，今天是8月8号，那剩下1个月多1个星期，这么它就到期了啊！到期了，我觉得这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就是美国的许可证到期，它就不会再发了。那么华为被制裁，就是我们叫 SDN 制裁，所有的美国的企业都会对它进行断供。断供什么？什么意思讲？断供的意思就是他的手机再也不能够装谷歌的平台操作系统，所有的东西都不行，所以他的手机会卖不出去。之前买的那些那已经卖掉了，那新的就不会有的了。所以我认为华为这一次就应该是过不去的了，就是很多东西它过不去的了。实际上在此之前，很多的美国的科技公司在帮华为做很多的工作，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市场气氛已经变成这个样子，我不觉得美国的科技公司会笨到看不清楚这一点。所以现在我觉得华为，大家要明白一点，在高科技领域，在互联网领域，在高科技领域，没有一个企业能够绕过美国的企业去独自发展，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华为会慢慢的萎缩吧，也不会一下子死掉，但是慢慢的萎缩吧，至于说这个像字节跳动、腾讯，处境会不会变得更加艰难？先过了45天，我们再评价它，好不好？因为现在还没发生啊。但是毫无疑问啊，这些公司就是像字节跳动啊、腾讯啊、阿里巴巴还好一点，阿里巴巴只是做电子商务，腾讯本身微信是很大危害的啊，这两个是不同级别的事情。你阿里巴巴是做电子商务，电子商务毕竟离这个我们叫这个意识形态远一点，腾讯做的是内容，这个内容就不一样啊。腾讯做的恶是非常恶的啊。情况常常说，北戴河会议其实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正式的工作会议，主要是在北戴河休养的那些中央委员们参与，另外一个就是来休养的元老们私下交换意见，有影响没有约束性。我们不说了好吗？我不评价了。好，明谢 John Snow 谢谢。Y2 杨一谢谢 Tax Dog 谢谢，请问中国经济衰退和膨胀会对以中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带来多大的市场共同影响，例如日本、澳大利亚等？中国经济其实对日本的影响在前2年已经发生啊，从18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啊，那么对日本经济就开始产生影响，因为毕竟，中国是日本最大的，也不算最大吧，我不知道中国大还是美国大，原来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顺差的来源，仅次于美国啊，我讲的是亚洲啊。那么这2年，中国经济开始往下走，现在日本已经对华贸易已经出现了逆差，就赤字了，所以你说影响大吗？影响非常大啊！日本现在已经是赤字了，澳大利亚呢，澳大利亚的影响已经基本上结束了，就是说，当年这个澳大利亚主要是出口铁矿砂等一些原材料。那么中国需求其实是急剧下降啊，急剧下降，这2年已经该跌的差不多了啊，所以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为什么澳大利亚的对华的态度比较强硬？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订单已经没有那么决定性了啊，因为它跌得很厉害。Eagle X。请问王老师看到拜登对华关税问题的最新表态了吗？我不是川粉，我也支持王老师对川普的批评，但我相信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最亲共的总统候选人。然而居然丝毫不做掩饰，投给川普是个变数，投给拜登则注定的世界之灾。我看到了，我看见拜登的一些陈述啊。我认为拜登在整个的对华政策上面完全不靠谱，所以如果拜登上台，如果他不能够找到一些
靠谱的人做他的幕僚的话，那美国的如果拜登赢了，那么美国的对华政策将是一场灾难，毫无疑问将是一场灾难。如果以拜登现有的表态来说，因为他完全没有概念，就是对华政策完全没有概念，这跟当初这个川普总统的情况完全不同。川普总统还是有一些概念啊，对华政策是有一些概念，但是拜登完全没概念，所以如果他来定这个政策的话，我觉得一场灾难是毫无疑问。Ben Chao，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请大家尽量的支持我们加入会员，因为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好吗？谢谢。另外呢，我们在这里呢，我有一个口播啊，给大家说一下啊。感谢尊家金融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尊家金融是智能化投资顾问平台，美国 SEC 持牌机构，20年量化投资经验。美国 SIPC 为每个账户提供上限50万的美元的保障。尊家金融的智能投资服务面向高净值人群，打造服务百姓的产品。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请留意下方的这个简介，我们会把它的简介贴在下面，有需要可以去看一下。好吧，谢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谢谢。